是越南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啊！我来到了越南中部高原最梦幻的城市大乐，这里曾是法国殖民时期的避暑胜地，被称为东方小巴黎。大乐的海拔约1500多米，冬暖夏凉，四季如春，满城鲜花盛开。这里也因为盛产咖啡、草莓和洋蓟而闻名。今天就跟我一起在这座城市到处逛逛吧。好多的欧美旅行团哈也来了，这是疯狂屋的售票口，买一张票。How much? OK， 涨价了，我看好像以前是6万越南盾，现在8万越南盾，大概24块钱。感恩 OK。我们就走进了这个全球最奇特的10大建筑之一。这里的话融合了这种童话还有自然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风格，因为它的设计师是越南前国家主席的女儿，她在留学苏联期间深受这种超现实主义美学跟自然美学的影响，所以它这个始建于1993年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的一个建筑还在不断扩建中啊。据说这里挑战了这种建筑的一个规则，它这里没有一条直线，各种洞穴、藤蔓还有不规则的阶梯组成了这种非常独树一帜的建筑美学。据说是受这个西班牙建筑师高迪的一个影响。我慢慢看一下哈，好多的欧美游客哈。我们上这个看一下。这个既有这种大量使用混凝土，也使用这个手工雕刻。现在呢，已经成为了大乐旅行可以说不得不必逛的一个景点了。感受一下这种自然美学，因为它这里融合了大量的自然元素啊，比如说树木呀、藤蔓呀、洞穴呀、石头呀。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建筑师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现代世界里面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来自于自然啊，大概是受这种自然美学的影响。像大乐它的海拔是1500米左右，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高原反应，走楼梯说话有点喘。这里的阶梯呢都是错综复杂的，你也不知道你会去到哪个地方。你看这个地方就过不去了。Thank you。那这还能过去哈。它这个好像是童话世界啊，这种迪士尼的感觉，就是让你意想不到它会通向哪个地方。感觉挺有意思的哈。我来之前只是想着它应该就是一个猎奇的建筑，但是置身其中你还觉得这种建筑给你带来的体验还是挺与众不同的。你现在是在一个悬空的一个阶梯上行走，看哦哟，错综复杂的啊，你就不按套路出牌。这过不去了。看一下这些菠萝蜜的话，累累硕果呀，一不小心可能踩空了。2棵菠萝蜜树啊，还挺担心它这个硕果掉下来砸到人呢，因为长得还挺肥的哈。退了好长一段路，让它出去了，我才能往前走。挑战建筑的一个权威啊，来自成一派。这里被称为是越南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啊，但是是很有创意的鬼屋啊。你看这个松树长得好高啊。
这些房屋上还装饰着一些动物的雕塑啊，一些还有太极图啊，一些反正融合了各种的自然元素跟超现实主义的元素。那我看着那些人走啊，好像走在一个山脊线上一样啊，那种体验应该蛮特别的。感觉还是欧美人比较多一点啊，越南本地的游客。这里面是不对外开放的哈，室内空间。看这个阶梯的话是七横八竖的，蜿蜒曲折，就没有一条直线。这个外墙面好像是一些巨兽动物的一个眼睛啊、五官啊，充满想象力啊。他当初这个画这个结构布局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呢？感觉很有巧思啊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你看，这像不像有很多眼睛的一个动物哈？这个只能够一个人走啊！你看，好像是走在那种房顶屋檐的感觉啊。它这里让我喜欢的点，除了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还有它真的将自然融入到这个建筑里面啊！你看这棵巨大的松树，然后已经成为了它的一部分啊！你像那个是假的杉树啊，这个是真的松树。感觉像走在云顶天梯的感觉。是不是像一个巨兽张开大嘴的感觉？咖啡店啊，哦，卖这个纪念品的店铺。这是眼睛还是嘴还是耳朵？牙齿还是什么？你看这个是牙齿啊，那这个白色长条的又是什么？是胡子吗？这里的没有标准答案，我觉得应该是开放式的哈，随意你想象。这里最妙的就是这棵松树啊，它就长在这个建筑正中央，它的藤蔓枝条呢就向这个建筑4个不同的方向去延伸，让整个建筑都焕发出一种生命力啊。走到室内看一下，这室内是一个树，个假的树，还是走廊。好像恐龙的骨架。24块钱进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最奇绝的建筑之一，还是有点意思的。这个路真的是四通八达的，完全不按套路出牌，但是有一种走迷宫的那个乐趣在里面，但是还有点危险，我觉得栏杆没那么高。哦，在这还能俯瞰到大乐的一个城市，就无人机没了，通过这个方式 ，OK。
那边还能坐缆车到山顶。越看到这一幕就可惜我的无人机没了。今天我用无人机拍了一个画面，无人机沿着这个蜿蜒的山脊线飞翔，然后看到那个铺在山坡上的高低错落有致的房屋啊，五颜六色的，宛如童话世界。可惜已经要不回来了，那个随着无人机炸机啊，它里面的素材也没了。到了高处才理解哈，来这个疯狂屋游览不仅呢可以感受这个不一样的建筑艺术啊，而且能作为一个高点啊，俯瞰城市全景。每个角度都能看到城市的一个俯瞰图。这疯狂屋还挺高的哈。每个高度都有不一样的看点玩点，最高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。韩国游客、日本游客。提示啊 ，dangerous stairs。哇，还是有点危险性的，感觉像是走在一个悬空的栈道上啊。小孩子走还是要多小心哦，带小孩来的话。哦，这是一个码头吗？又能俯瞰大乐的城市，看一下四周啊，有几栋这种动物头像组成的这个房屋的感觉啊。对面这个是一个码头还是什么？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其实它就是让你发挥自己想象力，以体验它的乐趣的一个地方。这里还有一些酒店的客房啊，每个客房以动物名称命名的。我看有一个住过这些房间的一个顾客说，他说一早上发现自己成了被参观那个人，因为一早上涌进来很多游客。
这个地方可以说非常的老少皆宜啊，来这里应该能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跟创意啊。又回到1层了，这个菠萝蜜树组成的一个树门。这好像是另一个客房啊，它是一个阁楼式的，走楼梯到2楼可能有卧室。注意晚上不知道多少钱。还有吊灯，很凉快啊！这个地洞下面。正当我坐下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雕像啊，像被铁链拴住的一个女郎。原本我想着比较快的过一下这个景点就好了，但是我置身其中的时候，我发现被它的这种巧思吸引了。这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海底世界一样的地方，海底的珊瑚、海美鱼。现在下午2点半了，刚才逛疯狂屋就有点饿。这个十字路口不少这种快餐。啊，简单吃个午餐，鸡肉，这个红烧肉，鸡蛋。天气太热了。好，点了2个荤菜，消费4万5越南盾，大概13块钱。
大乐的公共图书馆。在公共图书馆过来呢，就到了一个女修道院，关门状态。在大乐发现有好多教堂跟寺庙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市政单位。这种小洋楼特别多。对面的铁塔好像是大乐最高的一个设施了，越南3大通信运营商的一个信号塔。OK， 我们就来到了大乐众多教堂里面最宏伟的、最高的一个教堂。其实我用无人机拍了很漂亮的这个教堂的镜头，无人机没了，它的素材也没了，所以我们就地面看一下。这也是游客来的比较多的一个大乐的景点。我身后呢是整个大乐最著名的宗教地标啊，据说也是最悠久的这个教堂，它叫大乐圣尼各老主教座堂啊，也称为鸡教堂。之所以叫鸡教堂，是因为我们能看到那个尖顶上有一只公鸡的风向标啊，它是典型的法国殖民哥特式，是1931年动工，1942年完工。高高的尖塔，它的高度有47米，这是法国殖民时代留给越南高原的建筑奇迹。这是卖的一包一包的糖水哈，用塑料袋装起来了，拿走即喝。里面有龟苓膏啊、清凉粉啊、珍珠奶茶的珍珠啊。看着这么漂亮的一幕啊，可惜却没有无人机了。昨晚我就在这飞的无人机。所以一个房间好不好需要时间来验证啊，进来就像真桑拿呀，外面很凉快，到这里感觉像挺热的，闷热的哈，因为这个太阳晒了一天了，但这又没有空调，只有风扇。这个无人机炸机以后啊，心态有点崩了，但我还是坚强的拍了拍大乐的疯狂屋跟哇，好多蚂蚁啊，刚吃了2块，都很好吃啊，这还能不能吃啊？不吃了，等一下拉肚子就麻烦了。昨天晚上睡觉，哇，一晚都闻到那个非常浓烈的菠萝蜜的香气，还挺好闻的，所以就直接去胡志明了。胡志明可能就是越南最后一站了，去完胡志明就飞日本了，开始下一个篇章的旅行了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丢无人机，我玩无人机玩了6、7年了，第一次炸机找不回来。上集无人机炸机视频发布后，收到不少观众朋友的安慰、鼓励和支招。首先谢谢这些留言的朋友。回头一想，这何尝不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？学会感恩所有的陪伴，也学会接受匆匆的告别。毕竟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告别，很多人已经见完人生最后一面。特别是我这样的人，天地为席，四海为家，遇见的人和事儿，匆匆相聚又分离。如果遇见时珍惜，分别时就不必太过伤感。这是大乐火车站啊，挺多人来这逛的。据说是法国人建的一个火车站，还有小火车。大乐
高原火车，还挺逼真的哦，以假乱真的感觉。大乐高原铁路在拍 MV 哈，无人机触景伤情啊，看着别人拿无人机。眼前是大乐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——大乐火车站。这座火车站是法国人建的，那么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法国诺曼底的车站，同时融合了大乐的高原特色。屋顶三角形的外观象征中部高原的山峰。大乐火车站曾是全越南海拔最高的火车站，海拔约1500米。它是连接大乐和平原城市潘切的一条窄轨铁路的起点。这条铁路因为坡度十分的陡峭，采用了类似于瑞士的齿轨技术。当然，我并不了解所谓的齿轨技术，于是我去查了资料。齿轨铁路是一种专门应对陡坡的一种铁路技术。在普通铁路上，火车靠轮子跟铁轨摩擦前进，但当坡度过大时，轮轨摩擦力不足，火车容易打滑。这个时候就需要在轨道中间加一条齿轨，像锯齿一样的铁条。火车底盘装有齿轮，齿轮跟齿轨咬合，让火车能够慢慢爬坡或下坡，是当时东南亚最独特的铁路工程之一。然而，在越南战争期间，这条铁路遭到了破坏，大部分线路报废。今天，大乐火车站不再作为长途交通枢纽使用，而是作为了观光小火车站对外开放。游客可以乘坐一段短途列车，前往大乐附近的这个村子，沿途欣赏高原风光，最终抵达一座古老的灵福寺。一个火车站成了一个观景点，老火车站内景。Paris, Hanoi, London。今天我们去参观的教堂，老火车头，1940年。ở những đoạn qua đèo cao dốc đứng. Trên đầu máy xe lửa được đặt thêm bánh răng để tàu từ một tuyến đường sắt mang vẻ đẹp độc đáo.之所以火车站长出这个叫洋蓟茶，它是有原因的。这种茶呢是像花苞一样的绿色植物啊，今晚我们去大乐夜市会看到的。之前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好奇这个东西是怎么个吃法。主要常见于地中海地区的一个植物啊，在越南特别是大乐呢也广泛的种植着，所以属于是这个地方的特产啊。那么一般是做茶喝，也可以入菜、煲汤、炖排骨。越南人常用它入菜，清热降火，所以来一杯，感觉就只闻到植物的那个气味，有点像喝中药的感觉啊，但是能够感觉到它应该是清热解毒的。
这也是大乐的一个特产哈，广泛种植的这种绣球花。上集我们聊到大乐的产业，除了旅游以外呢，它的花卉也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。比较有名的，除了眼前的绣球花，还有大乐玫瑰、金盏花、菊花、兰花等。这是因为大乐海拔约1500米，气候温和，年平均气温约18到25摄氏度，湿度适中，昼夜温差大。这就很适合温带花卉的种植。越南花卉产业的年产值约6亿美元，其中大乐贡献了约70%的产量。而且越南花卉出口的市场逐年扩大，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欧洲等国家。而且大乐每2年呢会举办一次花卉节，该节举办的时候呢会展示大乐及周边地区的花卉、蔬菜、观赏植物。这是咖啡厅，也是茶室。咖啡豆啊，这是越南最常见的咖啡品种，叫罗布斯塔啊，讲述着建铁路的一个艰难的历史啊，翻山越岭的开山破洞。诶，怎么还有黑人呢？哦，那时候法国是在很多非洲也有殖民地啊，应该是从那边运来了一些黑人工人啊。这火车站配套的一个洗手间也挺别致啊，还挺漂亮的这火车站。这间楼房它的3楼的阳台上啊，供着一尊观音啊，还有一个伞作为